我就是想要讲一下，我来了新加坡已经6个月了，整整6个月，我就想讲一下我的感受是怎样。来了6个月，比较一下刚刚来了1个星期和6个月有什么差别，我的感受。所以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关于到出行啦，就是交通方面。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第1个星期我有讲过，在交通方面出门方面我很辛苦，是因为以前在马来西亚嘛，都是用车，自己有车驾车，可是来到新加坡，我就要学会怎样看地图，然后要怎样去搭巴士、搭 MRT，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可是6个月过后，我就觉得我比较适应了啦。比起刚刚第1个星期很辛苦，因为要一直走路，而且很累。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看地图，我已经会了，也没有这样累，因为已经习惯。而且我觉得我变瘦了，因为在新加坡就是一直要走路然后走路去搭巴士去搭 MRT 所以现在其实我就是要搭巴士，然后我要去met一个朋友吃饭。我刚才第1个讲了交通的东西，现在我要讲的是关于吃的。在吃方面，其实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文化饮食上没有差很多，所以没有讲习不习惯因为都是一样的嘛。只是唯一一个不同的应该就是关于到煮方面，因为我现在是租屋子嘛，所以在新加坡其实大多数的屋主都是不让煮东西的，如果能的话也是小煮了。因为讲真的，因为新加坡很方便，所以通常很多地方都会有吃的，像小贩、hawker center，因为实在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没有煮也不用紧，因为现在去hawker center打包这些讲真价钱也没有很贵了。如果你要吃便宜的食物也是有，要吃贵的东西也是有，要看个人是要怎样，要吃什么样的东西。记得我刚来的第1餐吃的是榨菜饭，然后加1个鸡腿。如果没有看过我视频的人，可以看第1个我的 first impression 啦。我有拍一个视频是关于我第1个星期来到新加坡是怎样的感受。现在我就是来一个 mall 和朋友吃东西了，给你们看一下大概吃要多少钱这里的价钱是怎样。所以讲到吃过后，我另外一个是关于到娱乐。娱乐呢，其实在新加坡也是有很多。然后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是去很多地方走走，然后和朋友去像 Orchard 那些地方 City Center 走。然后过后来去了这 City Center 后，现在我和我朋友娱乐就是去 JB 了，然后我们会去 JB 走走。因为讲真不只是我，其
其实我认识的一些新加坡人，他们也是很喜欢有空的时候去 JB 的，因为他们都跟我讲，如果他们想买东西，如果不是urgent的话，他们会等一下，如果有空，他们就会去 JB 买。如果 after compare 了价钱，他们觉得 JB 比较划算，所以明天我就打算和朋友一起去 JB 玩。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今天我是打算和一群朋友去 JB 玩啦，然后我会在 Kranji Station meet 他们，然后我们再一起去JB。所以今天我想记录一下我是怎样从新加坡去到 JB。一点都不香，一点都不香，好吗？要啊，另外一个东西我要讲的是关于住，所以在马来西亚我是住跟爸爸妈妈一起，所以来到这边新加坡我就要开始自己找屋子，我要租屋子，所以我就租了一间房间，都是我自己找的，所以以前讲真不需要想太多，因为跟家人一起住，也是来了新加坡就要自己去习惯，然后要自己打算，所以我自己找房间，然后完全都是靠自己。然后我也是有关于一个视频是讲关于我怎样去找房间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我想讲一下我租的房间，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一开始我有讲过，也是有另外一个视频是关于到我来了这边1个星期的感受，说那个视频我有讲到我一开始我其实很担心我租的屋主的相处是怎样，可是来了半年我发觉到就是我屋主其实人是很不错，他不会理你做什么，只是有时候有一次罢了，只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忘记关灯，晚上就是太累了，然后我就不小心睡觉，然后我就忘记关灯，可能他醒来的时候他看到为什么还有灯，所以他第二天他就提醒我，然后过后我都是很小心，我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去确保关了灯，然后全部东西都关了才去睡觉，然后就会自己会 alert 啦，自己会去醒目一点。还有关于就是洗衣服因为以前是在家里嘛，开灯关灯这种很小的事情都不会去在意，可是出到来跟别人一起住别人的屋子，所以怎样都讲都是要小心这些东西了。像洗衣服我1个礼拜只能洗2次，
然后有一些规则啊都要自己去遵守，就要去尊重别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来了新加坡的一个感受啦，就是以前跟家里人住，到跟别人租屋子，都是要自己去习惯一下。其实我蛮喜欢我租的房间，我很喜欢的是它的窗口，因为它的窗口是向着天空啊，还不是向着走廊。因为我知道有些很多人租的房间啊，都是向着走廊的窗口，可是我的不是，我就是向着外面，所以我每次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所以我蛮喜欢我租的屋子。而且我住的屋子的屋主才刚刚就是有做装修，所以是我算是第一个新的租客来租他刚刚装修好的房间，所以是蛮干净跟整齐的。所以等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是怎样的。我租那个房间是1个月800块，包了水电，全部包了 WiFi 也是，可是是没有冷气的。好，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啦。OK， 所以很简单的，有一个桌子，然后一个橱给我放东西，床、衣橱，然后风扇啊。然后原本这个风扇可以用的，过后因为出点那个问题啊，所以屋主就给我这个风扇。我刚才有讲过，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窗口啦，可以看到外面，它不是对走廊的，你看，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所以我很喜欢啦。现在我要讲的是关于工作上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从一开始我来这边新加坡工作到现在已经是6个月了，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有到底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工作跟这边的文化又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讲一开始我真的很 stress， 然后我也是有拍影片，我之前也是有讲过，新加坡的工作文化就是比较压力一点，对我来讲。然后它的不一样就是在新加坡很多都是 law by law， 很多 SOP， 很多 rules， 所以在这边很多规则下你会有一点压力。然后再来好处是很多东西是跟着 SOP， 你就不用想这样多，你就是跟着规则走就对了。可是在这不好的地方是，如果你是需要一些创新的话，你就会慢慢越来越懒惰去想，因为已经给好了你完整的一套 SOP 啊，你就不会去再想更多去改进或者是去进步。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弄到很 stress 啊，尤其是这些 SOP 要去遵守，要去 follow。但如果另外一个方面想的话，就是好处就是不用想这么多，你就是跟着做就对了。坏处就是真的是会慢慢的越来越没有创意的精神，越来越懒惰去想要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些 rules 这些 SOP 会弄到人很压力，因为你需要去遵守，你会害怕犯错。如果犯错被老板骂是小事，可是如果犯错了被罚款，或者是犯错了被人家告上法庭，那个就是大事啊。其实在这些 SOP 这些 rule 这些 law 底下工作，在新加坡工作会很累。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工作的文化啦。在马来西亚工作会比较轻松一点，在新加坡工作会比较压力。
今天又是要去上课的一天啦。现在走路去上课的地方，有经过一个它这个 HDB 的建筑物，有点复古的风格。你可以看到它的砖都是这样的，很美。要上课的地方，这地方很美。现在我回到家了，刚才是去上课，然后我上课的地方很特别，是它是一个地方是只可以有素食，所以主办当局就帮我们准备了午餐还有点心。它的午餐还有点心都是素的啦，所以在那个地方是不可以吃肉。过后下课完了过后，我们就去了一个 shopping mall， 跟我朋友就买了一些东西。现在就回家休息。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关于到社交方面的，就是 social life。所以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刚来的第一个礼拜，真是感觉到很孤单，就感觉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城市，然后不懂怎样去适应，然后也不懂能不能认识新的朋友，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闷，很孤单。可是后来我觉得，只要你肯跳脱舒适圈然后自己去主动一点，就可以认识到朋友了。所以我的方法是，我会去参加一些交会活动，或者是主动点去跟同事聊天所以比起以前就是刚来，比起以前到现在，我会感觉我没有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比较可以认识多点人，然后也会参加多点活动。今天我就是跳脱舒适圈就去参加公司举办的 dinner， 然后这个 dinner 是在 Marina Bay Sands 举行，然后要自己自费啦，我花了20块钱。现在我就会去找朋友一起 grab， 然后我们一起去。
好啦，刚刚结束了公司的 dinner， 然后刚好回去的时候就遇到那个叫 Marquess Club 的工作人员，就问我们要不要去免费入场去那个 club， 我就心想没有去过那个 club， 我就进去走走见识一下了。也没有什么人，可能是因为才11点的关系比较早。然后过后我们差不多在里面10分钟走走看看，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在排队进去了。然后现在我就是搭 MRT 回家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讲我来了新加坡6个月的感受，还有就是我比较刚刚来了1个星期，跟现在6个月的差别啦。今天就到这里，拜拜。